一朝穿越，她堂堂首席女法医不仅成了杀人凶手，杀的竟然还是自己的奸夫。什么鬼啊，这种啤酒肚地中海的糟老头子，倒贴给他一打都嫌油腻的好吗？安哥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胳膊搭到了一个不明物体上，他闭着眼睛伸手摸了摸，触手是有些冰凉的肉质感，大脑下意识的反应，这种湿表温度的死人应该死了有，蓦地睁开眼，等等，安哥就对上一张惨白诡异的脸，手下的触感真实，这不是梦，也不是在验尸房。不待他想明白眼前的情形，下一刻耳边响起了一道尖锐的咒骂声。你个不要脸的小贱人，竟然这般不知廉耻，勾引我家老爷也就算了，竟然还敢杀人，简直丧尽天良。安哥还没做出任何反应，自己就被一阵巨大的力道拽得摔倒地上，猛地抬头，安哥就见一个女人站在自己面前，一手叉腰，一手都快顶到安哥的脑门上了。你个不要脸的东西，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安哥一惊，反应过来，迅速劈手截住那个女人挥过来的木棍。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见人眼里看谁都是贱人，我占你地方了还是？嘴里的话还没说全乎，安哥蓦地顿住，呆呆的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女人，似乎是刚注意到这个女人的打扮和装束，长袍短褂的怪异服饰，还有盘成髻的头发。天，这是哪里跳出来的神经病？他目光一转，看见周围还围着一圈同样怪异打扮的看好戏人士，这些都是从天而降的奇葩怪人。真是不知羞耻，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竟然做出这样伤风败俗的事情来，简直是不守妇道，不知廉耻。是啊，谁家生出这样的女儿啊，真是家门不幸。周围议论纷纷的噪音一股脑地涌进安哥的耳朵里，什么不守妇道，什么伤风败俗，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站在他面前的女人快他一步，一下子坐在地上哭嚎起来。哎呀，刘大人呐，你可要为妾身做主啊！这个小贱人不仅勾引我家老爷，被妾身发现之后还杀人灭口，妾身没法活了呀！你就是张夫人？回刘大人的话，正是妾身。被称作刘大人的男人看向安哥，就是你，通奸之后还敢杀人？来人，带走。通奸杀人？安哥的嘴角抽了抽，像是被这两个词给震醒了一样。安哥迅速反应过来，连忙说道：我没有杀人。坐在地上不住哭嚎不止的张夫人听见安哥这么说，立刻怒目瞪过来。你个小贱人，人都死透了，你还说你没杀人？难道是我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哎呀，刘大人，我家老爷真的是被他杀了呀！大人你看，杀人的凶器还插在我家老爷心窝上的。安哥眯眯眼，看了一眼刚才和自己打照面的那具尸体，他堂堂21世纪的首席女法医，就没有搞不定的尸体。虽然被张夫人挡住了去路，但是安哥扫了一眼死者的状况，大概也看出了几分端倪，说道：哼，人都已经死了，我还能对他的尸体做出什么事情来？你就指着一具尸体说人是我杀的，那你有什么证据？张夫人脸色微微一变，怒瞪着安哥，咬牙切齿道：人不是你杀的还能是谁啊？分明就是你勾引我家老爷，被我撞见了还杀人灭口，你个不要脸的小贱人！大人，妾身所言千真万确，若有半句虚言，定叫妾身不得好死。闻言，刘大人双眸一厉，冷冷地看向安哥。杀了人还想狡辩，好个奸猾的贼人！安哥的心里转过几个主意，冷冷地说道：大人，并不是我狡辩，而是夫人的证词带着蹊跷。他说我勾引他家老爷，被他发现之后便杀了他家老爷灭口。大人请想一想，我若是真要杀人灭口，那为什么不直接杀了这位夫人灭口，而是杀了
与我一起通奸的这位老爷，这不是给我自己找麻烦吗？而且还多此一举。听他这么说，刘大人的双眸眯了眯，看向一旁的张夫人。张夫人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似乎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黄毛丫头竟然会这样的难缠。张夫人脸色一滞，瞪着安哥的眼里面闪过一抹阴毒，然后张嘴大哭了起来。哎呀，我不死的冤枉啊！求老天开开眼吧，为我做主啊！哎呀！他的声音尖利极了，听在人的耳朵里就好像是猫抓一样的难受。真是不要脸，杀了人还想狡辩，这种人就该抓去砍头。就该杀了，简直丢人现眼。周围议论纷纷的声音响起来。安哥蹙眉，眼前的情形对他来说很不利，当务之急唯有从尸体上找出破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安哥回头看了一眼床榻上的死者，然后冷静地说道：这位张夫人说张老爷是被我所杀，那大人不妨请来法仵作验尸。我相信等仵作验尸之后，张老爷的死因就会大白于天下，到时候小女子的清白也可以得到证实。听他说完，那张夫人迅速看了一眼刘大人，就见刘大人看了一眼安哥，对一旁的捕快：去，请仵作过来。很快，那个捕快就带着一个高瘦的男人进来。男人上前对着刘大人行礼道：小的曹旭见过大人。曹旭，快去将张老爷的尸身仔细验一遍，务必要给本官将张老爷的死因查得清清楚楚，听到了没有？大人放心，曹旭定当尽心竭力为大人分忧。曹旭躬身说着，然后朝着死者的方向走去。安哥的目光一直落在这个曹旭的身上，看到他刚才从自己脸上一扫而过的眼神，心里咯噔一声，下意识地转头朝着旁边的张夫人看过去。果然，张夫人的眼底闪过几分得意，她的心蓦然一凉，看来这个仵作曹旭应该和张夫人是一条船上的。曹旭走到床榻旁边，弯腰去翻看张老爷的尸体。安哥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他身上，看到某一处，双眸微微闪了闪。不出安哥所料，曹旭只是大致在张老爷的尸体上看了看，便回头对着刘大人躬声说道：回大人，张老爷是被人一刀毙命，胸口的这把刀就是杀死张老爷的凶器。刘大人脸色微沉，还没开口，张夫人扯着嗓子大哭起来：老爷呀，你丢下妾身，可让妾身怎么活呀？那哭声惨厉极了，让人听了不由得想到心生出几分同情来。刘大人看向安哥，冷哼了一声：哼，来人，给本官将死人押回衙门，听候发落。两个捕快应了一声，迅速过来。他脸色一变，立刻挣扎起来：大人，我不是杀人凶手，这案子蹊跷。安哥高声喊着，可是触到刘大人的目光，几乎是瞬间，就好像被一盆冷水兜头浇了下来。那目光里面似乎带着几分得意和似笑非笑，讥讽的意味那样浓烈。安哥瞬间反应过来，这个刘大人根本就是知道这个案子的始末，他从一开始想做的就是联合张夫人将罪名扣在自己头上。带走。安哥有些不忿地扭头看向刘大人，目光冷厉：你这样草菅人命，就不怕遭报应吗？哼，报应？本官是为百姓伸张正义，像你这样的杀人凶手，死有余辜。伸张正义？里面躺的张老爷就等着你为他伸张正义，可你这狗官混淆是非，黑白不辨，尸体什么明明有那么明显的漏洞和蹊跷，你不去查，反而诬陷我杀人害命，
你有什么脸说自己为百姓伸张正义？我看你根本就是朝廷的蛀虫，你们这个朝廷有你这样的蛀虫昏官，只怕迟早有一日也得改朝换代。安哥气呼呼地高声喊道。他被2个捕快推上囚车。口出狂言，给我塞上他的嘴！刘大人被安哥骂得沉着脸，怒声说道，嘴巴被塞上，撑得脸颊都疼。安哥心里忍不住苦笑了一声，估计这囚车的终点站就是大牢吧。囚车走远，不远处却有一个身材颀长的男子立着，那张俊美异常、棱角分明的脸上嵌着一双丹凤眼，格外的引人注目。此刻他深邃的眸子一直盯着关押安哥的囚车。安哥被巨大的外力推得整个人狼狈地摔在满是杂草的地上，啃了个狗吃屎。不想受罪就老实的待着，你以为这是容你撒野的地方？安哥闷哼一声，揉着有些发疼的肚子，咬牙切齿地说道：去叫你们大人来，我没有杀人，他凭什么关我？那捕快仿佛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样，不屑地看了一眼安哥，讥诮地说道：凭什么？就凭你得罪了张夫人，你就活该被关在这里。捕快说完，冷哼着一声走了。反应过来，迅速大喊道：你等等，我没有得罪什么张夫人、李夫人，你回来，你叫你们留。别喊了，没有用的。背后突然传来一阵有些虚弱的声音，下意识地转头看过去，就见这个牢房里面还关押着另一个人，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妪。老妪见安哥朝自己看过来，丝毫不以为然地说道：那张夫人是刘大人的表妹，你得罪了张夫人，就相当于得罪了刘大人。这一下安哥彻底怔住了，他哪里会想到那个张夫人和刘大人是亲戚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过了一会儿，安哥似乎是渐渐消化了这个事实，忍不住朝着老妪的方向走了几步，试探地开口问道：大婶，那你是怎么进来的？老妪就好像没听见一样，闭着眼睛也不出一声。安哥不死心地又问了一次，老妪仿佛没听见他的话一般。这么一来二去的，安哥反倒失了兴趣，找了个墙角靠着坐下，低头看不属于自己的小手小脚，心里简直有10000只草泥马咆哮而过。他现在到底是在什么鬼地方？这稚嫩的身体又是在闹哪般啊？有句话还真是说得对，老天就是个爱开玩笑的抽风 boy， 指不定什么时候背后给你一板砖。就在安哥正靠着墙角自暴自弃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抬头就见刘大人那可恶的脸正被隔在栅栏外面，看着他，脸上明显尽是得意和讥诮。门上的铁链被打开，刘大人从外面走了进来，跟在他身后的2个捕快，一个手里捏着一张宣纸，上面密密麻麻的似乎写着什么，应该是供词。另一个手里执着一根木杖，有小胳膊那么粗。看着刘大人，安哥冷哼了一声，偏开脸，左右是死，说不定死了自己还能穿回去。大胆贼人，见了刘大人还不快快行礼？捕快见安哥一脸不屑，出声怒斥道：哼，我若是就不行礼呢？蔑视朝廷命官，定当严惩。是吗？安哥讥诮地问了一句，缓缓地从地上站起来，嘴边带着几分似笑非笑的朝着刘大人走了2步，勾勾唇，呸的一口唾沫星子就结结实实地吐在了刘大人的脸上。那这样呢？安哥挑衅地看了一眼那个捕快，面前站着的刘大人一张脸唰地变得黑沉。放肆！闻言，安哥故意做出一副惊讶的神色来。哎，我不过是随便吐了口口水就放肆了？那刘大人，你草菅人命，官匪勾结污蔑别人的清白，是不是比放肆更严重多了？他这会儿正闹心的憋着一肚子火气没处发呢，
正好这个龟孙子上门了，刘大人气得一张脸黑得像是锅底一样，牙齿咬得咯咯响，恨不得此刻将安哥给活活掐死了。打！给本官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刁民！他的话才落，一个捕快就上前一脚踹得安哥趴在了地上。安哥闷哼一声，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他抬头嘲讽地看着那个刘大人，想屈打成招吗？门儿都没有！姓刘的，你还真不如叫人一刀砍了我，这不是省事极了吗？你以为本官不敢？刘大人讥诮地冷哼一声。安哥被打得有些闭气，明明疼得厉害，他却一声都不发出来，反而讥诮地说道：有本事你照着我的脖子砍，一刀下去正好脑袋搬家了，我人是出不去。不过我的鬼魂能四处飘荡，我正好去找找你们皇帝问一问，他是怎么睁眼瞎的，挑出这样的官员上门来鱼肉百姓，残害乡里的。安哥的话才刚落，就有2声厉喝响了起来，一声是来自黑了脸的刘大人，另一声他下意识地抬头朝着刘大人的身后栅栏门外看去。鸡食如玉，烈松如翠，狼焰毒焰，事无其二。不知道什么时候念过的酸诗，在看到栅栏门外立着的身材颀长的男子第一眼，突然在脑海里凭空降落。入目的是一张棱角分明、俊美异常的脸，一袭月白色的锦袍，上面有青丝勾勒出来的素约图案，腰间恰到好处的白玉腰带，更是将他的身材衬托得颀长俊逸。这个男子正是方才站在张府门外的那个男子。目光直勾勾地看着眼前这张秀色可餐的脸，没想到在这样脏乱的大牢里面还能见到这样的绝色尤物，也不枉他千里迢迢地穿越一回了。不过很快他就抽回神智了，暗中鄙视自己，都快半条命没了，还有时间犯花痴。刘大人听见声音，转头朝着后面看去，看清楚外面站着的人，脸色倏地一变，赶紧弯身行礼。下官见过肃王。肃王？安哥闻言一愣，那个被称作肃王的男子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随从。这是怎么回事？回王爷，下官再审一个犯人，这个贼人刁钻得很，下官怕出什么差错，便亲自来了。刘大人那张嘴溜得好像抹了猪油似的，安哥忍不住嘲讽地哼了一声，声音虚弱。刘大人自然是要亲自来，自己拉的屎怎么也得自己把屁股擦干净。安哥的话刚说完，那边角落里的老妪就忍不住笑出声。霎时刘大人的脸色又变得难看了几分。跟在肃王身后的随从看了一眼刘大人猪肝一样的脸色，低头敛去了眼底的讥诮。刘大人气不过，狠狠地瞪了一眼安哥，怒声说道：大胆，王爷面前竟敢如此放肆！王爷又怎样？不过是多来了个官官相护的黑心罩子罢了，左右不过是掉脑袋，难道来个王爷站边上看着，一刀下去我还能掉一个鸡脑袋下来？安哥的声音里面尽是不屑。肃王闻言眯眯眼，看向地上衣衫狼狈可是眼神却倔强的女子，眼底极快地掠过一抹金光，薄唇微起，一阵醇厚的磁性男中音就传到了安哥的耳朵里。本王也很好奇，一刀下去，你这颗脑袋是不是金的？安哥脸色一变，怒目看了一眼肃王，转头又看向刘大人，要杀要剐，你快点动手。不过刘大人，我这双手你可留好，你那供词让尸体给你画押吧。
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大人看来，尸体都已经被埋了，就算是再有疑点，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个黄毛丫头是一定要遭罪的。这么想着，刘大人眼底闪过一抹得意。安哥的心一沉，他已经料到第一凶案现场已经被破坏，张夫人和刘大人怎么可能会让尸体继续留着？眼下只能是将尸体从棺材里。刘大人不必担心，王爷发现此案有疑，已经叫人去保护现场了。郑坤接下来的话让刘大人一张脸猛地惨白，安哥的眼底瞬间点燃亮光。去张府。张府里面，刚才那间房间里面此刻还是一片凌乱，不过尸体倒是依然仰面躺在床榻上，看来应该是这个肃王派人阻止了刘大人的人。大人，王爷，我家老爷是被这个贱人害死的，求大人和王爷做主啊，不能让我家老爷死不瞑目啊！安哥本来还想着怎么开口，突然就传来张夫人惨厉的哭声，打断了僵持的气氛。肃王听到张夫人这凄厉的声音，皱皱眉，沉声问道：方才是谁验尸？回王爷，是小人。死者是因何而死？是被胸口的这一刀要了性命。答话的时候，曹旭的声音结结巴巴的，低着头，身体都有些发颤。曹旭的话音刚落，张夫人立刻高声说道：王爷，是妾身亲眼所见，这个贱人一刀扎在了我们老爷胸膛上，要了我家老爷性命啊！说着，张夫人又嘤嘤地哭了起来。听见张夫人的话，安哥冷嗤一声，看了一眼曹旭，眼底闪过一抹金光。既然曹旭说张老爷是因为胸口这一刀而毙命，张夫人又说是亲眼看见我一刀扎进张老爷的胸口，那我想问问张夫人，你是什么时候看见我刺了张老爷这一刀的？当然是今日清晨的时候了，我亲眼看着你一刀扎进老爷的胸膛里。王爷大人，妾身所言句句属实啊。清晨？那么张夫人可记得确切的时间？距离现在过了多久？过了差不多1个时辰，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安哥了一声，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张夫人。那夫人可真的是好记性。站在一旁的刘大人闻言立刻对肃王说道：王爷，有仵作证明，下官不敢冤枉任何人，人证物证都在，这贼人是抵赖不得的。有人证物证的话，确实是抵赖不了的。刘大人稍安勿躁，我们就看看到底是谁抵赖不了。安哥看向刘大人，脸上非但没有半点惧怕的神色，反而神色坦荡。哼，本官看你分明就是想狡辩。刘大人怒声说道。安哥的眼底闪过极快的一抹亮光。哼，是不是狡辩？有王爷在场，刘大人还怕自己错判吗？刘大人的脸色一滞，明明已经是怒极，可是碍于一旁的肃王，再大的火气也只能憋着，偃旗息鼓。见状，安哥的嘴边闪过嘲讽，看向曹旭：你说张老爷是死于胸口这一刀，张夫人说她亲眼看见我一刀扎进了张老爷的胸口，那就是说张老爷是死于今日清晨了。曹旭闻言看了一眼安哥：这是自然。曹仵作跟在刘大人身边，肯定也断过不少的人命案子，验过不少的尸体吧。安哥说着，眼底的讥诮之色更浓。听见安哥这么问，曹旭的眼底闪过一抹得意，刚才的惧怕似乎也不见了。这京城里面大大小小的案子，10桩有9桩
是经过在下之手。那曹仵作肯定对尸体的各种死状了然于胸，不会出半点差错了。这是自然。说着，曹旭的脸上得意更重。若是这样，那曹仵作倒是说说，张老爷既然是被我一刀致命，而且这一刀又是扎在胸口，胸口是主动脉最密集的地方，如果一刀扎下去流出来的血，就算是没有1桶，也差不多是半桶。怎么我看着张老爷的身上倒好像是没怎么流血似的？说着，安哥挑眉，似笑非笑地看向曹旭。曹旭脸色微微一变，语气一滞：这什么流血不流血的？人已经死了，难道流血了就是你杀的？没有流血就不是你杀的了吗？张夫人立刻不满地说道，并没有理会叫嚣的张夫人。刘大人经手过的案子不少，被人凶杀了的死者是如何形状，大人肯定也有见过不少吧？偶有奇怪，也无不妥。偶有奇怪，确实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奇怪的地方太多，那就成蹊跷了。这许多的蹊跷凑在一起，大人觉得还是没有什么不妥吗？站在一旁的素王目光一直在安哥的脸上，看着此刻安哥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气焰，微微眯了眯眼。王爷大人，你别听他信口雌黄胡言乱语，他现在根本是想巧言令色为自己开脱呢。我是不是巧言厉色信口雌黄，相信王爷锐眼识珠，一定能辨别出真假来。张夫人这么急着想让王爷和刘大人定我的罪，究竟是为夫报仇心切呢，还是想要避人耳目，鱼目混珠呢？又或者是张夫人觉得自己说的话比王爷所说的话更有权威，更有说服力？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安哥抬脚走到张老爷的尸体旁边，伸手掀开张老爷身上的里衣，当即张老爷的身上一些暗紫色的斑痕便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你验尸多年，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吧？曹旭的目光闪了闪。这就要问你了，你和张老爷共度春宵，他身上留下这样的痕迹，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哼！看来不问问张老爷，曹仵作是不想说实话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他这话说出来，曹仵作皱眉，有些不明所以的看向安哥。什么问问张老爷？张老爷已经被你害死了，他现在亡魂未安，如果不是张夫人亲眼所见抓住你这个凶手，今天岂不是任由你逍遥法外了？哼，说得好，张老爷被人害死，亡魂未安，在没有抓到凶手之前，张老爷怎么能瞑目呢？曹仵作闻言双眸一闪，眼底闪过一抹心虚，就是一旁的张夫人脸色也是有些微微的变了。张老爷尸体伤的蹊跷之处有3，死者前胸正中1刀，身上却没有大量的血迹，这是其一。其二，死者的前胸、肚子甚至是腿上都有大片暗紫色的斑痕。曹旭方才话里的意思似乎是这些痕迹是人为的，可是大人不妨仔细看看，这些斑痕并不是皮肉伤，倒像是从皮肤里面渗出来的。若说是人为，我真是好奇什么人有这样高明的手段。其3，说着安哥看向曹旭，看得曹旭顿时心虚起来。其3是什么？其3，张老爷的双唇黑紫，眼结膜、鼻腔、耳廓都有出血现象，若真是一刀毙命，怎么血不从刀口上流出来，反而是从别的地方渗出来呢？闻言，素王的双眸微微一沉，看向曹旭。你如何解释？曹旭此刻心神有些混乱，他没想到这么一个黄毛丫头竟然会临危不乱，找出这么多的疑点来，而且还说得头头是道。原本想要遮掩过去，现在看来怕是难了。
王爷，这小人也不知道张老爷生前受了这个贼人多少残酷的虐待呀！虐待？你这可不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仵作会说的话呀！你这些不过是口说无凭而已，张夫人可是亲眼看见你杀了人的。对，王爷，妾身亲眼看见他，亲眼看见我在清晨的时候将刀子扎进张老爷的胸口的。是。如果我真的是清晨一刀杀了张老爷，现在算算时间，也才刚过了不到1个时辰。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死者身上的尸斑是如何出现的呢？肃王看向安哥。尸斑？不错，尸斑一般是在人死后的2个时辰左右出现的。可张夫人刚才说了，你是不到1个时辰之前亲眼看见我杀死张老爷的。既然张老爷是不到1个时辰之前刚死，那这尸斑又是怎么出现的？说着，安哥挑眉看向张夫人。张夫人一滞，张了张嘴，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迅速说道：是我记错了，是2个时辰之前。哼，张夫人这记性还真是任性呢。曹旭，你从事验尸之道，定然知道尸斑是因为人死后血液停止流动，沉积下来而产生的。既然是沉积，那肯定是沉积在下面。可现在死者的尸斑出现在前胸、肚子上，曹仵作，这是为什么呢？曹旭此刻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的头上不住地冒着汗珠，脸色更是苍白的厉害。这是为何？肃王看向安哥，这是因为死者死亡之后是趴着的，而且趴着有一段时间了，这才导致尸斑沉积到了前胸以及肚子的部位。既然张老爷是趴着死的，那他胸口的这一刀又是怎么来的？站在一旁的郑坤好奇道：自然是有人想要画蛇添足了，伪装死者真正的死因呗。安哥轻快地说道。此刻站在一旁的曹旭那一脸不打自招心虚的表现已经说明了一切。来人，把曹旭拿下，带回官府严加审问。是。郑坤应了一声，上前就要去拿人。王爷请慢。安哥出声阻止道，看着曹旭的眸子带着几分笑意。王爷要是现在就将这个曹仵作押了回去，那真凶可能就找不到了。闻言，肃王皱眉。那好，本王也想看看你如何洗脱自己身上的嫌疑。收起脸上淡淡的笑意，安哥看向张老爷的尸体，目光之中换上了几分镇定之色。肃王看着眼前这个衣衫还有些凌乱的女子，不知道是自己的错觉还是恍惚什么的，他怎么就觉得这个女子身上散发出一种不可侵犯的凛然之气呢？王爷，这些尸斑可以证明死者死之后是趴着而并非仰面，那胸前的这一刀就是蹊跷所在。安哥说着看向一旁神色闪躲的张夫人，这就能说明张老爷胸口的这一刀并不是致命原因，而是在他死后才刺的。就算死者死后是趴着而并非仰卧，也不能证明这一刀就不是毙命的原因。肃王问道。肃王问道，单凭尸斑确实不能证明，但是有一样王爷可能忘了。说着，安哥将伤口周围的衣服轻轻地掀开。人在死亡之后，身体里面的血液是停止流动的，这也是为什么张老爷虽然胸口中了一刀，却并没有太多的血液流出来。再者，王爷请看，张老爷身上的伤口切面平整，没有半点红肿发炎的迹象，这也能说明这一刀根本就是在死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刺进去的。既然人都已经死了，又为何要多此一举再刺一刀呢？这里面嫁祸污蔑的意味不是太明显了吗？胡说！你根本就是在胡说！我家老爷分明就是被你杀死的，是被你一刀杀死的！张夫人听到安哥的话，倏地大叫了起来。闻言，安哥勾勾唇，不疾不徐地说道：张夫人若是不相信，可以多请几个仵作过来验一验啊。
当然是要找几个王爷信得过的仵作。张老爷的眼结膜充血，还有鼻腔、耳廓里面均有见血，这是窒息而死的征兆。依照我的推断，张老爷是被人按压着头部活生生的闷死的，之后有人想要嫁祸给我，所以才将尸体翻了过来，补了一刀而已。张夫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呢？简直一派胡言，你根本就是想狡辩。哼，即便如你所说，张老爷并不是死于胸口那一刀，而是被人捂死，那也很有可能是你将人捂死的。那大人不妨和王爷一起去看看曹仵作的手臂，看看上面是不是有些新添的伤痕。安哥说着，一脸的笃定。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瞬间，刘大人就感觉自己有些胸闷气短了。一旁的素王递给郑坤一个颜色，郑坤上前一把将曹旭胳膊上的袖子拽开。素王扫了一眼曹坤胳膊上的伤痕，抬眸看向安哥。这又能如何证明？自然是曹旭捂死张老爷的时候被张老爷抓伤的。若是这里可以验 DNA 的话，就更有直接的说服力。素王听到他的话，眼睛里面涌起几分狐疑。你说什么安哥自知失言，立刻说：王爷不妨叫人去检查检查张老爷双手的指甲，看看是不是有我所说的带血的皮屑。郑坤上前仔细地检查了张老爷的双手，然后对素王躬声说道：王爷，张老爷2只手的指甲里面果然有血迹。跪在地上的曹旭闻言脸色更是惨白一片，双眼一翻，整个人就晕死了过去。压下去。王爷大人，你们可要给妾身做主啊！妾身并不知道这大胆贼人竟然杀了老爷，还嫁祸给别人呢。本官会派人帮你处理张老爷的身后事。张夫人，快起来吧。多谢刘大人。看到张夫人脸上明显松了一口气的神色，安哥嘴边闪过一抹嘲讽，朗声问道：刘大人这就是要走了吗？听见他的声音，刘大人的步伐一顿，转头不悦地看向安哥。既然已经证明你不是杀人凶手，那本官便不会追究你的责任，你可自行离去了。大人英明，只不过这案子还没有审完，此案真正的凶手还没有抓到，大人现在就走，是不是有些太早了呢？毕竟王爷可还在这里呢。真正的凶手，曹旭不就是真正的凶手吗？曹旭的确是杀了张老爷，但他也只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把刀而已。大人既然要审清此案，不妨问一问这位张夫人，她是怎么串通曹旭杀人灭口的。闻言，张夫人脸色一变：你胡说！王爷大人，他根本就是怀恨在心，信口雌黄啊！求王爷和大人给妾身做主啊！哎呀！说着，张夫人当即便哭嚎了起来，声音犀利。张夫人这话说的有意思了，我为什么要对你怀恨在心呢？安哥挑眉看着张夫人，张夫人一滞，顿时就像是被咬掉了舌头，说不出话来了，狠狠地瞪了一眼安哥。刘大人张口正要说什么，可是却听素王的声音响起：那你可有证据证明张夫人和曹旭勾结害死张老爷？这通奸杀人可是大罪。安哥走到曹旭的身边蹲下，伸手在曹旭的人中用力掐了一下，伴随着一声尖叫声，曹旭缓缓地睁开眼睛。既然是找证据，这当事人不知情可不好。安哥抬眸看向素我，不错。走到尸体旁边，安哥将张老爷的尸身翻了个个儿。众人看着他的动作，心猛地一旋。刘大人双眸眯了眯，心里就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眼前的这个女子面对尸体还能如此镇定冷静，看来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主。张老爷的尸体被翻过来，安哥掀开他颈边的头发，说道：王爷请看，死者确实是被强压着后颈捂在被子里窒息而死，不过张老爷的颈间可还是有伤痕的。听他这么说，在场的众人都朝张老爷的脖子里看去，果然
那里留下了几道伤痕，看样子像是被人用指甲抓伤的。这不是曹旭杀人的时候留下的吗？郑坤不解地问道。闻言，安哥勾唇看了一眼张夫人，然后说道：这伤痕长而且细，如果是短指甲，那肯定是不可能划出这样的伤痕的，唯一的可能就是女子尖利的指甲。刘大人不妨叫人去对比一下曹旭和张夫人的指甲，看看哪一个更尖利一些呢？地上的张夫人闻言脸色一变，急忙说道：王爷大人，断不可听他胡说呀！妾身怎么可能会伙同外人杀了自己家的老爷呀？再说了，哪一个女子没有指甲呀？你根本就是血口喷人！大人，都是小人一人所为，小人从未与张夫人串谋杀人啊！曹旭对着刘大人哀声叫道。安哥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曹旭。曹旭，你不必着急，是不是串谋，王爷不会冤枉一个清白之人的。张夫人所言不差，任何一个女子都会有长指甲，不能仅仅只凭借张老爷脖子上的几条抓痕就断定你和这起凶案有关系。只不过做贼心虚的道理，张夫人定然也懂吧？如果张夫人不是心虚的话，刚才我提到张老爷的指甲里有血屑的时候，张夫人怎么会下意识地将自己的2只手藏在身后呢？你一派胡言，我根本就没有，我的指甲里面根本就没有血屑。大人若是不相信，大可以叫人来查验。安哥看着他双手上涂满了扣丹的指甲，唯独右手食指的指甲断裂了一块，看上去毫不显眼。张夫人的指甲里面确实没有血屑，但是张夫人，你肯定不知道一个道理。什么？张夫人下意识地问道。凡有接触，必留痕迹。安哥淡淡地吐出8个字。张夫人，如果你没有伙同曹旭一起杀人，这半块指甲是怎么会混到张老爷的头发里的？若是你没有和曹旭一起用力掐着张老爷的脖子，指甲怎么会折断呢？安哥的话说完，张夫人的脸色瞬间惨白，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她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因为一块断裂的指甲将她的罪行牵扯出来。此刻张夫人脸上的表情不用安哥再说什么，事实已经摆在众人面前了。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张夫人竟然会伙同一个仵作杀害自己的亲夫，还意欲嫁祸给别人，这还真是歹毒心肠。王爷，是下官的冒失，请求王爷准下官将人带回去严加审问。刘大人躬身说道。看着他此刻的嘴脸，安哥轻斥了一声。我听说张夫人是刘大人的表妹，这表妹犯了事儿，表哥一个劲儿的给表妹遮掩，倒是让人很好奇你们之间的关系啊。本官向来公事公办，你不要信口雌黄。刘大人有些底气不足地说道。是吗？可明明也就是刚才，刘大人还叫人结果了我的性命，然后直接画押，审判我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吧。刘大人的脸色很是难看，正要说什么，就听旁边肃王淡淡的声音传来：郑坤，带刘大人回去，交由大理寺审理此案。是，王爷。刘大人，请吧。王爷，下官万万不敢呐！王爷。刘大人脸色清白，可是这会儿他再说什么也无益。此刻周围的人也散了，他也跟着从这个屋子里离开。看到外面古色古香的院落，安哥心头诧异，自己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你是如何知道这件事情与张夫人有关的？还没走到门口，背后就传来一道磁性醇厚的声音。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回头就见肃王也跟了出来，正别有深意地打量着他。安哥看着肃王的那双眸子，慢条斯理地说：很简单，第一，那个刘大人派人去将曹旭请过来的时候，张夫人和曹旭之间的眼神交流很怪异，他心挂，
这样和一个男人眉来眼去的，难道不奇怪吗？第二，曹仵作都没有仔细检查过尸体，就一口咬定是我杀人，这若不是事先串通之嫌，那就能说明这个曹仵作根本就不会验尸，他不过是看人脸色下菜碟而已。第三，张老爷年过半百，而张夫人正值妙龄，这种老夫少妻的，在夫妻生活上肯定不如年龄相仿的夫妻和谐了。倒是曹仵作，至少要比张老爷年轻多了，看他俩当时眉目传情的，若说两人之间没有猫腻，那估计连瞎子都不相信。至于第四，当然是做贼心虚了。张夫人当时的反应王爷也看见了，如果她真的没有沾染一点血腥，怎么会被我一炸就炸出来了呢？不过说着，安哥的声音顿了顿，对着肃王说道，我建议还是去查一查这个刘大人，我觉得他们这表哥表妹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啊。听着安哥说的话，他的有些词汇让肃王皱皱眉，但他现在还要回去查案，便没有追究，说道，既然已经找到了真凶，那本王也不会再追究你的责任。安哥闻言双眸一亮，多谢王爷。说完，安哥正要离开，却不想这个肃王又再次开口了，你和张夫人有何过节？她为什么会找到你来做替罪羊？一转头就对上那张俊美异常的脸，眼前这张突然放大的俊脸令安哥呆晃晃神，但是很快就将自己抽聋的理智收了回来，甚至有些懊恼地晃了晃脑袋。无论是多么美的皮囊，当死了之后也都会变成一个被湿气充斥的黑胖子，自己竟然也犯了一回花痴，这是不妥不妥，这是不妥不妥。肃王看着眼前脸上带着几分懊恼还摇头晃脑的安哥，双眸之中的神色变得更深邃了几分。眼前这个女子到底是什么身份？就在面前的肃王打量安哥的时候，他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刚才一心想着为自己脱困，其他的根本没来得及想。此刻这个肃王问起来，倒是给安哥提了个醒。对呀，张夫人为什么要找他做替罪羊呢？他好端端的在家睡觉的，突然一道带着哭腔的女声突兀的插了进来。不只是安哥，就连那个肃王也微不可见的蹙了蹙眉。安哥，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糊涂的事情来呀？你让为娘如何向童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呀？安哥抬头看过去，就见一个衣着华贵的贵夫人刚从马车上下来，双眸盯着安哥，脸上的神色真可谓是恨铁不成钢。贵夫人身边跟着两个丫鬟打扮的女子，其中一个穿碧绿色衣服的女子看见安哥，红肿的眼睛里面就涌上了一圈泪花。小姐，看见面前的贵妇人和碧绿色衣裳的丫鬟，安哥的脑子里莫名的冒出两个名字来，乔氏、尔兰。安哥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认识眼前奇怪的人，可是那种怪异的熟悉感就像是抑制不住一样从脑子里面冒出来。贵夫人乔氏看见安哥身边站着的肃王，眼底极快地闪过一抹金光，用帕子擦拭着眼角，声音更是变得凄惨了几分。王爷，安哥他年纪小，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也是糊涂，请王爷一定要从轻发落，请王爷一定要从轻发落。童夫人，肃王问了一声，看向安哥，脸上闪过一抹诧异，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口齿伶俐的女人竟然是童家人。就在安哥一脸惊悚地盯着面前的童夫人乔氏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一旁的肃王审视的目光一直在打量着他，将他脸上变幻精彩的神色全都收进眼底，那原本就深邃的眸子便更深邃了几分。王爷，安哥年纪尚幼，也是妾身管教不善，还请王爷看在我家老爷的份上，从轻发落。不知道童夫人是想让本王从轻发落什么？肃王薄唇轻启，平平的声线中似乎带着一种叫人不寒而栗的威仪。果然，
乔氏被肃王的话问得一怔，脸上的神色微微一僵，但是很快又反应过来，小女做出这样糊涂的事情来，实在是妾身管教不善。眼前的这个乔氏大约是他的娘，只是这个娘却有点怪异，上来不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一张口就请求这个肃王从轻发落，看上去倒像是情深意重，只是这演技也忒浮夸了些。抬眼打量着这个童夫人，眼前这个童夫人身上肯定有猫腻，自己平白无故的被人设计成通奸杀人的凶手，现在又冲出来一个假模假样的娘。安哥觉得自己现在的这身份背后肯定有故事。见肃王并没有接自己的话，乔氏转眸看向安哥，说道：安哥，还不快向肃王请罪，求肃王能……我请什么罪？安哥挑眉，故作无知地看向眼前的乔氏。你一个未出阁的小姐，竟然做出这等事情来，难道还想狡辩抵赖不成？如果不是为娘听你的丫鬟尔兰回来禀报，你这样不知礼义廉耻，你还想要丢人现眼到什么时候？奴婢只是发现二小姐不见了，求夫人派人去找二小姐。王爷面前，谁给你的胆子这样放肆？乔氏厉眸看向尔兰，安哥似笑非笑地看着乔氏，想着他应该是来踩一脚看热闹的吧，只是可惜会让他失望了。果然，接下来肃王的话令乔氏一脸的怒意倏地僵在脸上。童夫人大可放心，张老爷的案子本王已经查清楚，也找到了真正的杀人凶手，与童二小姐无关。什么？那你是觉得凶手不是我，有些惊讶吗？原本想叫一声娘，恶心恶心面前这个女人，可是安哥自认为自己没有那么浮夸的演技，只能装出几分委屈的口气来，无辜地问道。乔氏的脸色青一片白一片的，张了张嘴，出口的声音还有些结巴。王爷，这是真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自然是真的，这里是凶案现场，童夫人还是快些带着童二小姐回府吧。肃王说完，便叫人去将张老爷的府门封上了。正欣赏着乔氏脸上的神色，安哥就听到耳边一阵喜极而泣的声音：小姐没事就好，小姐没事就好，吓死奴婢了，奴婢还以为……还不回府，愣着干什么？小姐，我们快回府吧。他转头就看见肃王带着审视的双眸盯着自己的脸，似乎要从自己的脸上看出一个洞来。他忍不住有些心惊，面前的这个男人似乎很不好糊弄，他还是小心些，便没弄明白这是什么地方，就把命撂在这儿了。安哥看向尔兰，说道：先回去吧。肃王站在原地看着马车走远，才收回目光，开口，声音淡淡：郑坤，去查一查这个童二小姐。爷是觉得张老爷的死和这个童二小姐有关系吗？不，去查查她的背景。一路上，安哥还是没有从一觉睡成古代人的这个巨大打击之中恢复过来，以至于马车停下来，乔氏都已经下车了，他还有些呆愣。小姐，回府了，快下马车吧。安哥有些反应迟钝地应了一声。自己在没有找到回去的法子之前，只怕是要顶着这个童二小姐的头衔过一段日子。前脚才刚迈进大门，安哥就听到一声中年女子的声音传来：夫人可回来了？那童安哥是不是已经……张妈，你怎么年纪越大，反倒说话越没了分寸？当视线落在童府身后的安哥身上时，双眸猛地撑大。二小姐。乔氏冷哼了一声，看向张妈。老爷呢？在。张妈结结巴巴地开口，突然目光一变，连忙矮下身子，对着安哥的身后行礼：老爷。才刚回头，安哥还没看清身后男人的长相，冰冷的男音就传进了耳朵里：来人，把这个逆子给我关进柴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放他出来。听见这声音，安哥的脑海里又蹦出一个名字来：童于明，这具身体的爹。是，老爷。
2个家奴应了一声，还不等安哥有所反应，胳膊就被人反扭了起来，力道之大，他根本挣脱不得。等下，先放开！我怎么是逆子了？安哥急忙开口，可是人已经被迫压着朝前走去。老爷，此事不关二小姐的事啊，求老爷开恩，不要犟嘴二小姐。老爷，安哥也太过于大胆了，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如果不是今日妾身向刘大人求情，只怕这童府他也回不得了。关起来，不许送水送饭。安哥根本挣脱不过，就被压到了柴房门口，推了进去。外面传来了房门上锁的声音，安哥几乎欲哭无泪。这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连这个身体的爹长啥样都没看清，就被他爹给关起来了。正想着该怎么办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尔兰着急的声音：“小姐，小姐你怎么样？”“我没事。尔兰，你快打开门，放我出去。”这个童府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地儿，他要尽快转移阵地，看看能不能找到回去的办法。小姐，是奴婢没有用，现在还不能救小姐出来。小姐等一等，奴婢一定会想办法去求老爷，让老爷放小姐出来的。安哥心里叹口气，别人穿过来不是好吃好喝伺候着，就是美男瞻前马后的，自己这一睁眼，好不容易从死人窝里爬出来，就被推进柴火堆了。尔兰见安哥不说话，担心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小姐，事情的经过到底如何？小姐告诉奴婢，奴婢去求老爷。”听着他的声音，安哥蹙蹙眉，心里闪过一个主意：“尔兰，外面还有没有其他人？”“没有了，奴婢是偷偷过来的。”“你过来，我和你说。”安哥放低了声音，快速地说了一遍。外面的尔兰闻言，有些忐忑地开口道：“小姐，这样行吗？”“如果你想救你家小姐出来，就按照我说的话去做。”闻言，尔兰立刻答道：“奴婢想，奴婢一定按照小姐的吩咐去做，请小姐耐心等一等。”“好，快去吧，小心点，不要被别人发现了。”听着外面的脚步声走远，安哥找了个墙角靠着坐下来，眼睛里面闪动着小狐狸一般狡黠的光芒。那个乔氏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两面三刀，心肠歹毒。如果他猜得不错的话，这个童家二小姐被诬陷成通奸杀人的凶手这件事，肯定和乔氏脱不了干系。既然如此，他就借着这件事教训教训乔氏，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使坏。深夜，寂静的童府里面突然响起一道女子惨烈的尖叫声，像是女鬼的声音，刺耳的叫人毛骨悚然。正在熟睡的乔氏和童于明也被这道惨厉的尖叫声吵醒，声音就是从乔氏的东院外面传来的，格外的清晰。“这是怎么回事？”童于明的声音带着几分怒气。“来人，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外面值夜的丫鬟应了一声，脚步声渐渐传远。“鬼啊，鬼啊！”“老爷，你先歇着，妾身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不行了，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人这么大胆，深更半夜装神弄鬼的。”站起来披了一件外衣就朝着外面走去。见状，乔氏赶紧跟上。才刚出了门，那惨厉的声音就像是魔音一样越来越大。走到院子外面，童于明就见一个丫鬟蜷缩在地上，吓得抖成一团，嘴里一个劲儿地惨叫着，像是受到了什么巨大的惊吓一般。他冷着脸沉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我，不是我，张老爷不是我杀的，是夫人叫我去把二小姐送到张府的，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此刻的东院，乔氏一脸森冷地坐在房间里，看着地上跪着的张妈，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晚上的那个丫鬟已经被杖毙了，就算是不死，那么疯疯癫癫的，根本什么都问不出来。
夫人，老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听那晚说那贱婢看见张老爷的冤魂了，所以才……简直一派胡言！什么张老爷的冤魂，就算是有冤，和我们童家有什么关系？他该去索命的是大牢里的张夫人和曹旭。夫人说的是，可是那贱婢胆小，谁知道就在童玉明的面前疯疯癫癫地说出那些话来。这样一来，乔氏就算是再巧舌如簧，还能说出什么来？你起来吧，去派人查，将这整个童府里面都查一遍，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敢装神弄鬼的。乔氏冷声说道。张妈从地上起来，空声应了一声，突然想到了什么，小心翼翼地问道：夫人，你说这件事会不会和西院那边有关系？乔氏闻言眉心一拧，张妈说的话不无道理。昨晚上出了那样的事情之后，童安哥就被安然无恙地放出柴房了，童玉明甚至都没有再提惩罚他的事。如果说这件事情和童安哥没有关系，那打死他都不相信。想到这里，乔氏的脸色就变得更阴沉起来。他现在只要看到童安哥的那张脸，就会浑身都不舒服。看着乔氏的脸色难看之极，张妈想了想，说道：夫人也不必担心，奴婢想童安哥这一次肯定是走了狗屎运了，再过几日不就是老爷的寿辰了吗？到时候夫人随便想个法子，都能将童安哥整治了。届时众人都看在眼里，人证物证，老爷肯定不会怀疑到夫人的头上的。乔氏听到他这么说，双眸闪了闪，脸上的阴霾消散了几分。倒是个不错的主意。老奴这也是为夫人和大小姐着想啊。乔氏闻言叹了一口气，并非我这个嫡母容不下他，只是他那张脸越长和我讨厌的样子越是相像，我怎么能放任一个来历不明的贱婢生的女儿骑到福儿的头上？老奴知道这府里的小姐老爷都各有打算，若是有一日老爷真的动了童安哥的心思，那保不准会……毕竟童安哥可是长了一张和云姨娘几乎一模一样的脸。哼，一模一样又如何？那个贱人是什么下场，他的女儿就是什么下场。这句话乔氏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来的。一旁的张妈见状噤了声，没敢接茬。她跟在乔氏身边多年，又怎么会不知道那云姨娘在乔氏的心里可一直是一根刺？如今童安哥那张脸又越长越像云姨娘，怎么能让乔氏看了不刺心？去派人盯着西院，有任何的异动都要告知我，叫人都精心着点儿。福儿会在老爷的寿宴上回来，你提前将宾客名单拿一份给我。是。乔氏看着张妈离开的身影，眼底闪过一抹森冷之色。一连做了3日的心理建设，安哥才好容易接受了自己穿越到古代变成童安哥的这个事实。虽然心里郁闷，不过现在除了慢慢找回家的法子，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尔兰从外面进来，看到童安哥坐在镜子前面发呆，忍不住说道：小姐，你快准备一下，今日可是老爷的寿辰了，府里会来很多的宾客。奴婢听说大小姐已经来了，如果小姐不好好打扮打扮，待会儿入席的时候一定会被比下去的。就那几件衣裳，再准备还能准备出一套霓裳羽衣来。这几日的相处，童安哥发现这个尔兰倒是有趣，对这个童二小姐也很是忠心，处处为童安哥着想，倒是博得了童安哥的几分好感。夫人克扣小姐的用度，这些衣裳还是去年做的，老爷的寿宴上小姐穿旧衣服去，只怕又会被夫人挑出不是来了。童安哥看着他那张都快皱成老太太的小脸，忍不住笑了一声。好了，你家小姐天生丽质，穿什么都好看，这倒是实话。
这个童二小姐的确是个美人胚子。尔兰听见童安哥这么说，微微愣了愣，忍不住疑惑地说道：“奴婢发现小姐和从前似乎不大一样了。难道还要像以前那样自义自怜，被人欺负不成？”“自然不是。”尔兰立刻说道。“那不就得了？难道你觉得你家小姐现在这样不好吗？”“好，小姐什么样都好。”见岔开话题，童安哥心里松了一口气。还好这个童二小姐以前也只是内向，话少了点。这如果是其他的人物性格，那她还真是不好应付了。“小姐，快点梳妆打扮吧，错过了时辰，惹怒了老爷夫人就不好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童于明是正三品的户部侍郎，他的寿宴自然请的宾客不少。男宾自然是安排在了前院，女眷们都安排到后院，由乔氏招待。童安哥和尔兰到了后院的时候，心里赞叹一声，果然有钱就是好。几个精心布置的花亭里面已经坐满了人，莺歌笑语的好不热闹。童安哥无意去凑那个热闹，于是打算找个僻静点的地儿。路过一个花亭的时候，突然就被一阵女子的声音给绊住了脚。“哟，童夫人，这就是你们府里的二小姐安哥吧？”童安哥回头，里面坐着几个衣着华丽的夫人，乔氏正在其中，而说话的是一个盘着飞仙髻的夫人，身上的衣裙光鲜亮丽，脸上的妆容姣好。乔氏也看到童安哥了，但是脸上还得装出一副慈母相来。“是啊，安哥，快来见过王夫人。”童安哥听见王夫人这3个字，心里闪过一抹疑惑，自己从前认识什么王夫人吗？王夫人就是顶替刘大人的那个官员，王千和的夫人。上前扶了扶身，还没开口，就听王夫人说道：“安哥小姐可真是见多识广啊！我听我们家老爷说，张老爷这个案子还多亏了安哥小姐，不然真正的凶手可就找不到了。”王夫人过誉了，是王爷断案英明，才洗刷了安哥身上的冤屈。真是个知书达理的好孩子，模样也标致。童夫人真是好福气啊！王夫人谬赞了。童安哥看着他们俩你来我往的寒暄客套，心里暗叹一声，这些官太太还真的是一个个人精似的。“夫人，戏班子已经到了，奴婢过来请夫人和诸位夫人过去。”这乔氏平日里可是最不待见自己的，今日竟然点名要他跟着，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幺蛾子。童府里有专门的戏台子，童安哥跟着王夫人入席，看着台上涂抹的花花绿绿的戏子，就忍不住犯困起来。坐在一旁的乔氏看见他这模样，安哥昨夜没休息好吧？翠儿，带二小姐到前面的偏厅先休息一会儿，可别误了一会儿的寿宴。“是，夫人。”童安哥回神，扫了一眼乔氏那双不安好意的眸子，说：“女儿失仪，先告退了。”跟在童安哥身边的尔兰正预备一起跟着出去。“尔兰，夜里凉，你回西院去给安哥取件披风，免得着凉了。”有些担心地看了童安哥一眼，抬脚朝着外面走。周围的几位夫人轻声赞叹乔氏的慈母形象。童安哥出门的时候，感觉落在自己后背上的目光，唇角微微勾了勾，哪里有方才半点困倦的模样。从小安哥就跟在外公的身旁，对中草药也多有涉猎，他又怎么会闻不到刚才自己入座的那张椅子靠垫上涂满了一种令人犯晕的草药？“二小姐，这边请。”翠儿走在前面，绕过回廊，拐了个弯，将童安哥带到偏厅的外面。“有劳你了。”童安哥说了一声，抬脚刚跨进去一步，脚步顿住，看向旁边的翠儿：“这里面黑，你进去帮我掌上灯吧。”“是。”进去将灯掌上，房间里顿时亮了起来。童安哥走进来，四处打量了一眼，看到某个角落里，双眸眯了眯，嘴边的似笑非笑更深了几分。“二小姐好生歇息，
奴婢先告退了。我现在不困了，你留下来陪我说说话吧。尔兰已经被乔氏打发走了，现在这个翠儿这么着急的离开，无非就是想要营造出自己一个人待在偏厅的假象。那待会儿乔氏会带人来干什么呢？是捉奸，还是再弄出一个死人来说他与人通奸呢？翠儿听着童安哥这话，这若是他留在这里，岂不是坏了夫人的好事？二小姐，奴婢去给二小姐泡茶。翠儿说着就着急的要往外面走，那一脸的心虚，就是不让人起疑都难。她才刚走到门口，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房门就像是见鬼了一样，砰的一声紧紧地关上。身后她刚刚点亮的灯瞬间熄灭，整个房间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童安哥看着黑暗之中瑟瑟发抖的身影，都说这做贼心虚，还真是不假。二小姐，翠儿吓得声音都哆哆嗦嗦的，颤颤巍巍的回头，似乎是想找童安哥。房间里刚才童安哥坐着的位置，哪里还有一丝人影？一去罢了，看戏的夫人们一个个都拍手叫好，场面好不热闹。几个夫人正议论着，就听坐在乔氏身边的一个王夫人说道：“那不是你们安哥身边的丫鬟吗？怎么在这儿？还一脸着急的模样。”“是啊，张妈，你过去看看是怎么了？”“是。”张妈应了一声，朝着尔兰走了过去。“夫人，尔兰是寻二小姐寻不见，所以才着急的找到这里来了。”“这也怪我没说清楚地方。张妈，你带着尔兰过去，这戏也唱完了，正好我们大家也一起去前厅入席吧，也顺道过去看看安哥休息好了没有。”尔兰看着乔氏脸上灿烂的笑容，不知怎的，心里突然就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众人一路跟着乔氏绕过回廊，走到前面的偏厅门口，乔氏才停了下来，递了个颜色给张妈。张妈上前敲了敲门：“二小姐，二小姐！”接连叫了2声，房间里传来一声闷哼声。虽然声音不大，可是站在门口的众人却听得清清楚楚的。张妈回头看了一眼乔氏，然后推开门，朝着里面走去。“二小姐，老爷的寿宴快开始了，该醒醒了。”说着，张妈走到桌子旁边，把桌上的灯点上，房间里缓缓地变得亮了起来。乔氏看着一点点变亮的房间，眉梢眼角直接的得意之色更浓了几分。一旁的尔兰却是忍不住担心了起来，抬脚正准备朝着房间里面走去，就听张妈一声惊呼声传来，众人都齐齐地朝着房间里面看进去。问世间转过多少流年，才会有一次擦肩。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二小姐，你怎么啊？众人都忍不住上前一步，想要看清楚房间里面的情形。乔氏心里别提多得意了，他要的就是在众人眼皮底下坐实了童安哥的丑事。他听着房间里面发出嘤嘤的女子哭声，心里那叫一个痛快，看都没看，直接怒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安哥，你堂堂童家的二小姐，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充满怒意的声音像是提醒了众人一样，跟在乔氏身边的几位夫人忍不住都朝着乔氏看了过去，眼神复杂。“来人，去将这件事情告诉老爷，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乔氏对着身边的一个丫鬟说道。那丫鬟早就是乔氏交代好的，应了一声便赶紧去通知童于明了。里面的张妈像是刚回过神来，面色惨白地看向乔氏，就和活脱脱的见了鬼一样。“夫人！”乔氏只当他是在这么多人面前做做样子，并没有放在心上。“真是，安哥真是不懂事，太失礼了，竟然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实在是让大家看笑话了。”
众人有些惊讶地看向乔氏，眼神里面带着几分不明所以，似乎是不明白这个童夫人怎么会将一个丫鬟当成是童二小姐。童二小姐他们刚才可都是见过的，现在地上正跪着嘤嘤哭泣、衣衫不整的女子，可根本不是童二小姐童安哥啊！夫人，张妈一脸的颓败，简直心如死灰。乔氏听着张妈有些不对劲的口气，蹙眉转过头来，正欲开口，就听到一旁的王夫人开口说道：“这不是童夫人身边的丫鬟吗？童夫人这是看错了吧？竟然当成了是二小姐。”听到这话，乔氏脸上的神色瞬间定格，一脸的怔愣不可置信，看上去很是滑稽。不等乔氏这边反应过来，回廊的另一边，童一鸣大步跨过来，众人见状全都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乔氏，想着这一会儿的腥风血雨还不知道要落在谁的头上呢。怎么回事啊？老爷，扭头看见一脸阴雾的童一鸣，脸上终于染上一层慌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老爷，妾身这……乔氏张嘴，声音变得结巴起来。如果这件事情是童安哥惹下的祸事，那他肯定理直气壮的。但是现在，谁知道出事的人竟然是他的丫鬟，而且还是在童一鸣的寿宴上。这么多人面前闹出这样的丑事来，他怎么交代？老爷，是二小姐和人私通，夫人撞见了此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让奴婢前去请老爷过来。听丫鬟说话，乔氏脸色一白，张嘴正要辩解什么，这时候人群后面传来一道女子的声音：“这是怎么了？怎么人都围在这里啊？”众人闻言回头看去，就见丫鬟口中所谓与人私通的二小姐童安哥正站在人群后面。童一鸣回头看见童安哥，眉头皱了皱：“安哥，你怎么在这儿？”他问这话的时候，忍不住斜眼看了一眼旁边的乔氏。回父亲，方才安哥觉得困，母亲便让身边的丫鬟翠儿带着我来到这边的偏厅休息，还让我身边的丫鬟尔兰回去取披风过来。我在这里等了一会儿，不见尔兰过来，便回去寻找。说着，安哥顿了顿：“父亲，母亲，可是出了什么事情吗？”这无辜的表情呀，简直气得乔氏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童一鸣的脸色稍稍好转了些，童家的丫鬟做出这样的丑事来，总比一个小姐做出来面子上能遮掩得过去些。不然这传出去，那童家的未来一段时间，只怕都会成为京城里面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了。不知道礼义廉耻的东西，将这个丫鬟给我拖下去，杖毙！里面地上跪着的翠儿浑身一抖：“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奴婢不敢了，奴婢再也不敢了！夫人救救奴婢啊！夫人救救奴婢啊！”老爷，翠儿她……听着翠儿凄惨的声音，乔氏忍不住开口想要求情。毕竟这翠儿可是他身边的贴身丫鬟，只是他才刚开口，就被童一鸣冷冷的一个眼神给镇住，立刻闭上了嘴。鬼在舌尖上的话即刻咽了下去，脸色变得有些灰败。童安哥看着乔氏这脸色，心里讥诮地哼了一声：“翠儿是母亲身边最贴身的人，不能这样随随便便的杖杀了。”哼，你调教出来的好丫鬟。乔氏这会儿恨不得撕了童安哥的那张嘴。是妾身的过错，管教不力，下人做出这样有辱门风的事情来，都是妾身督教不严之错。童夫人身边的这丫鬟还真是胆大包天，主子交代的差事不好好的办，竟然与人苟且，亏的是发现的及时，而且又是人赃并获，也幸亏我等都见过二小姐，不然这让不知情的人见了，只怕会将这丫鬟误认作是童二小姐了。这传出去，那真的才葬送了童二小姐清白的名声。是啊，这丫鬟真是歹毒心肠。可不是，
不只是你我，方才童夫人我也认错了，都没进去看一眼，就直接叫下人去通报童老爷，说是童二小姐做出了这等丑事。我还以为童夫人和童二小姐真的亲如母女呢。周围围着的那些夫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出来，传到童一鸣的耳朵里，他凛厉的目光都快将乔氏给剥了。